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听说人的一生会有2个特别想要结婚的阶段，一是刚入社会的时候，因为什么都不好做，总是跌倒，你就会想要有一个人能陪着你一块儿度过难关。2是临近30稳定下来的时候，无论因为环境还是身心，都会对长久的亲密关系产生渴求。我现在就卡在第2个阶段，时时刻刻都想结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每天下班和周末都会去相亲，朋友笑说你连催都不用，自己就开始努力了。我说是啊，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强大到可以自己独自支撑我人生的重量。前段时间我妈不小心在厕所里面滑倒了，甚至还磕到了头。我听见声音冲过去看的时候，她已经开始犯迷糊，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当时手忙脚乱地打了120，报地址的时候忍不住哭。因为单亲，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和我妈是相依为命的，所以几乎不敢想象，如果那一刻我失去了她，我这辈子会经历怎样的痛苦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晕倒的人真的很沉，好像他的胳膊和腿都灌了铅，任凭我怎样使劲都扶不动。而医院走廊的椅子很冷，如果旁边没有人，会空荡荡的一直透风。那天二姨和舅舅第一时间赶过来，一边握着我的手让我别担心，一边关切地跟大夫询问情况。那是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事关生死的时候，但凡身边有个人陪着，都会少一点害怕。也是在那个绝望的瞬间，结婚的念头一闪而过，而渺小的我需要依靠。很奇妙，当你动了结婚的念头，连周遭的角度你看起来都会不一样。以前跟朋友聚会9点多，爸妈们就开始惦记，隔一会儿就要问一句玩得怎么样啊，什么时候回啊，然后大家会此起彼伏地接电话，最后草草地散了。这几年身边的人都有了家庭，偶尔会带着另一半，于是天色一黑，只有单身的人还要报备，其他人玩到几点就直接开车回家，夫妻俩一起来一起走，俨然有了大人的样子。那天散场，我不自觉地感叹，真好啊，都不用自己回。说出口的时候我也有点意外，这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多好啊，我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但现在我会想要有一个人陪我在小区里最后一段没有路灯的路走着。在家人出意外的时候，我希望我能喊他的名字，告诉他说咱妈摔倒了，你快点来。我也想在寒冬大雪的天里吃鸳鸯锅，涮一个人根本吃不完的菜。我想结婚，好的坏的自私的心甘情愿的想法不停地冒出来，从开始那种简单的感受逐渐变成了认真的盘算，尽管它萌生于一个无助的瞬间，但最终变成了细密的网子，交织着我的选择。其实很多人恰恰就是因为某个瞬间想结婚的。闺蜜说她嫁了的原因是因为一条破洞牛仔裤，她爱美也爱逞强，看日出的时候非穿一条破洞的裤子，结果冷得不行。当时老刘就坐在她身边，发际线给风吹得暴露无遗，手臂却一直挡着她的小腿。他说看日出那天，老刘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，我再也不想看见这条裤子了。
但他满脑子都是，但你得看一辈子我呀。人类把爱情奉为至高无上的东西，所以要它纯粹，盼它长久。但婚姻不是，婚姻要包容每一个需求跟夙愿，它要接得住勇敢者的挑战，也要护得住人性中的软弱。虽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被说烂了，但我仍然觉得婚姻像一个理智的长者，它包含幸福和爱，却远远不止于此。它还意味着结与不结之间无数的权衡，代表着适龄的我们不同时期的需要和遵从本心的必然。这个世界上有人讲婚姻的好，有人埋怨婚姻的坏，但归根结底，日子是要自己过了才知道。但我想结婚这件事儿，没有好坏，也没有高低，有的只是明确出现答案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忠诚。晚安，祝你开心。